第98章刁难。萧炎慢吞吞地走向帐篷，身后萧玉正咬牙切齿地怒视着这可恶的背影。他可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这么不给面子。几人走进绿色大帐篷，只见在帐篷畅快的阴影处，10多名男女正分成几个小圈子的簇拥在一起，互相闲聊着。看他们在此处的随意神色，想必应该和雪妮一样，都是属于迦南学院的学员。在阴影之外，20几名年轻男女正顶着炎炎烈日席地而坐，虽然因为高温而导致脸庞上汗水直流，不过他们神色间却是充满着拘谨，看样子他们貌似是刚刚通过外围测试的新生。帐篷之中，几位闲聊的女生忽然抬头望着那正缓缓走过来的萧玉等人，不由脸现惊喜。一群女人笑嘻嘻地涌了过来，顿时将萧玉围在其中，叽叽喳喳地笑闹个不停。突如其来的声波攻击让得猝不及防的萧炎脑子猛地胀大了一圈，目光在这些年轻貌美的女学员脸上扫过，看着她们那惊喜的神色，萧炎发现萧玉似乎在学院人际关系很是不错。哎呀，拜托你们矜持点好不好啊？哭笑不得的将几个不断往身上贴的损友推开，萧玉无奈的道：玉儿，2个月不见，丰满了好多呢，老实交代，是不是？一位有着一张秀丽脸庞的女子，手掌偷偷的在萧玉胸前摸过，然后贴在萧玉的香肩上，细写道。一旁萧炎无奈的叹了一口气，望向萧玉的目光莫名的有些诡异起来。你这些朋友怎么都像是女色狼呢？滚，淫女，别在我这发了。俏脸有些晕红的将怀中的女子推开，望着又有别的女子打算扑上来，萧玉赶忙退后了一步，指着萧炎等人赶忙介绍了一遍，这才分开了这些女人调戏的心思。嘻嘻，好漂亮的小美人。目光在薰儿与萧妹身上扫过，两女出色的容貌不出意外的让得这些女人惊叹了一番。目光慢慢转移到一旁的萧炎身上，至于萧宁，因为与萧玉是亲姐弟的关系，倒是被这些女人幸运地无视了过去。萧炎虽然年龄较萧玉要小上2-3岁，不过经过这1年多的苦修，个子已能和萧玉相平，脸庞虽然略微有些清秀，可眉宇间却是诡异的，有着一抹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老练。这般有些冲突的视觉冲击，却是让得这些女人不由得多看了几眼。西西，好俊的小帅哥，玉儿，这是你表弟，不是亲弟弟吧？老实交代，你有没有监守自盗？听着这些女人当着当事人的面竟然问出这种强悍的话题，饶是萧炎心中如何淡定，嘴角也是忍不住的微微一抽，看向萧玉的目光越发的诡异。萧玉听着这群女人的调笑，一张俏脸也尽是羞恼与无奈。正当他准备解释一下时，眼角却是瞟见一道男子身影正匆匆地对着这边走过来。俏脸微微一变，萧玉柳眉轻蹙，旋即展开，脸颊上浮现一抹似是羞涩的晕红，娇嗔道：你们就别再取笑他了，他从小就脸皮薄。闻言众女一愣，望着萧玉那从未有过的羞涩模样，顿时面面相觑。他们本来只是开开玩笑而已，哪知萧玉竟然还一本正经地出来解释，而且这口气简直像是在替情人解围。薰儿几人也同样是被萧玉这亲昵的口气弄得一愣，互相对视了一眼，满头雾水。什么时候萧玉与萧炎的关系变得这么好了？站在一旁，萧炎冷眼瞥着这女人的表演，嘴角一扯，刚欲直接开口拆穿，却不料萧玉眼疾手快地伸出玉手，一把拦住他的手腕，一只手掌亲昵地替萧炎将他衣衫上的灰尘拍去。望着萧玉这突如其来的举动，周围的人顿时目瞪口呆，他们何时见过萧玉如此对待一名男子？萧玉，好久不见啊！就在众人发呆之时，一道男子声音忽然的响起。听着声音，众人偏过头，一位身着灰白衣衫的青年正满脸笑容地站在身后。青年模样颇为英俊，只是那灿烂的笑容却总是让萧炎几人觉得有点虚假。萧玉脸颊上的羞涩缓缓收敛，回转过身，手臂依然挽着萧炎，瞟了一眼青年，淡淡的道：萝卜啊，好久不见。呵呵，笑着点了点头。被称为萝卜的青年目光似是随意地看了看两人挽在一起的手，望向萧炎的眼瞳中
隐晦地闪过一抹寒意与怒火。呵呵，这几位是带来的吗？笑着走上前来，罗布含笑问道。随意地点了点头。萧玉再次将萧炎几人介绍了一遍，微笑道：我是带他们过来测验的。哦，这样啊。笑着点了点头。罗布从怀中掏出一枚拳头大小的红色水晶球，扬了扬，笑道：正好刚才若琳导师给了我一块测验水晶，就让他们试试吧。其他的测验水晶已经全部拿到前面测验通道中去了，如果不用我的，就得再等一段时间了。闻言，萧玉略微迟疑，方才点了点头，偏头对着萧炎柔声解释道：这测验水晶很简单，只要实力到达了8段斗之气，它就会自动发亮，那样你们就通过了初步测试。放手吧。萧炎横了他一眼，淡淡的道：哦。萧玉笑盈盈的点了点头，极为乖觉的放开双手，而望着他这副乖巧模样，那位名叫罗布的青年握着水晶球的手掌猛地捏紧了许多。薰儿，你们先试吧。揉了揉被萧玉抓得有些通红的手腕，萧炎对着薰儿笑道，微笑着点了点头。薰儿与萧妹、萧宁三人率先上前，手掌在水晶球上停留了片刻，待得水晶球发光之后，便是退了回来。见到三人成功，萧炎也是上前随意的摸了摸，同样是取得这般效果。放心吧，若是没有到达通过界限，我也不会自作主张带他们进来。望着4人成功，萧玉淡淡的道：呵呵，不是不相信你，只不过这是规矩。冲着萧玉歉意的笑了笑，罗布收好水晶球，手指指向外面那些在烈日下席地而坐的男女，对着萧炎几人笑道：恭喜你们通过初步测试，现在便请几位在外面待上半个小时吧。罗布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闻言，萧玉柳眉一竖，满脸冰霜的冷喝道：萧玉，你也是老学员了，应该知道这是录取时的规矩。哼，现在的新学员脾性越来越浮躁，所以在录取之时挫挫他们的锐气，有利他们日后在学院的生活。罗布笑道：哼，罗布，你对那些无知新生说这些，我也懒得管你。不过，你少把这些烂规矩用到我带来的人身上。萧玉冷冷的道：这是规矩。罗布嘴角一抽，萧玉如此不给面子的在众人面前斥喝他，也让得他心中有些怒气与酸意。罗布，你还是别捣乱了，你其实也清楚，这些规矩可有可无而已，何必闹成这样？旁边的众女也是有些瞧不惯这家伙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举动，都不由皱眉道：呵呵，抱歉，他们是在我手上通过测试的，按照规定，这段时间内我应该暂时管辖他们。罗布灿烂的笑道，瞧着萧玉又欲发怒，他话音忽然一转：好吧，看在你的份上，他们不用全部出去，就让一个人代表吧。我看看，就让这位小兄弟出去吧。哼，反正一个大男人也不用怕被晒黑。罗布的手指在几人身上缓缓一过，最后笑着停在了萧炎面前。萧炎轻抬了抬眼，淡淡的望着面前这满脸笑容的青年。滚开！萧炎他不会出去，我自己会去找若琳导师说，不用你在这里指手画脚。性感长腿朝前一迈，萧玉挡在萧炎面前，冷声道：哟，罗布大哥，你这边似乎出了些问题啊。就在几人纠缠不休之时，帐篷阴影中又是笑嘻嘻地涌出一群男子。没什么，只是这位新生不愿意出去晒晒而已。罗布装好水晶球，随意地笑道：嘿，好久没遇见过这么嚣张的新生了，罗布大哥，需要我们帮忙吗？闻言，一名胸口上绘一枚金星的青年冲着罗布嘿嘿发笑，笑容中有着一抹讨好意味。笑着点了点头，罗布望着俏脸阴沉的萧玉，略微沉吟，忽然笑道：这样吧，不出去就不出去，不过毕竟外面还有这么多新生看着，如果偏偏他们几人不出去晒晒，恐怕别人心里也会有些不乐意。说着，罗布拍了拍身旁那名青年的肩膀，冲着萧炎笑道：既然你不想出去，那便与哥辣切磋切磋吧，当然不需要你打败他，只要你能在他手中坚持20回合，那就行。闻言，萧玉身旁的众女顿时对着罗布怒斥了起来。看现在的情况，他们也是看明白了，原来这家伙是在吃萧炎的醋，
并且还打算公报私仇。与众女的怒斥相比，萧玉却是诡异地沉默了下来，微偏过头，眸子注视着萧炎。他清楚，现在萧炎的实力绝对不会比他弱，对付一名一星斗者并不困难。没有理会萧玉的注视，萧炎淡淡地盯着面前那满脸灿烂笑容的罗布，漆黑的眼眸中掠过点点寒意。他本来并不想多事，可这家伙却是偏偏要狗仗人势，不断相逼。嘿嘿，来吧，小子，让我来教教你如何尊重学长，不然以后在学院里吃了亏，还得怪我们。那名叫做哥拉的青年上前一步，对着萧炎不怀好意地笑道，缓缓地吐了一口气。在众人的注视下，萧炎无奈地耸了耸肩，上前2步，在行至萧玉身旁时，忽然手臂一伸，狠狠地揽住那柔软的纤腰，将之勒进怀中。被萧炎骤然偷袭，萧玉先是一愣，紧接着俏脸布满晕红。考虑到罗布在一旁，他只得停止挣扎，恨恨地咬着一口银牙，心中不断地诅咒着这竟然在大庭广众下占自己便宜的家伙。萧炎的这般举动，在让得附近的众女再次目瞪口呆时，也使得罗布的脸色瞬间阴沉。他偏过头，对着哥拉阴声道：“下手重点。”闻言，哥拉阴笑着点了点头。一旁的薛儿3人望着这2人诡异的举动，都不由得无奈地摇了摇头。这时利息手掌留恋般的在萧玉腰间轻摸了2把，萧炎在其耳边轻声冷笑道。说完之后，萧炎也不看俏脸羞红的萧玉，主动地放开手掌，扭了扭脖子，缓缓地走向那正阴恻恻盯着自己的哥拉。